炮火蹂躏下的上海，我正在唐长市发愁。总巡捕房的捕头弗兰臣突然来了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关于难民收容所的事，由你设计安排，我因此被记了一个大功，所以专程打电话向你申谢。嗣后你有什么困难的事，我会尽力协助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收容弃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请你来帮助一下，否则后果也会严重起来。”片刻之间，弗兰臣就来了。此时育婴堂中几百个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啼声震天，无数女童子军帮着做抚慰工作。我说：“现在每天总有成百个弃婴送到堂里来，屋宇不敷应用。我们旁边有6幢房子，想收回自用，而且我们另行替他们找到新居，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搬迁，可否请你协助一下？”他说：“好的。”10分钟之后，弗兰臣召来10名巡捕，挨户去劝他们搬迁，有些肯，有些不肯。弗兰臣要我派所有做抚慰工作的女童子军，每人抱2个婴儿，排队分别送入6幢房屋里，各住客也就不得不勉强迁出。处理这件事告一段落之时，突然间天空中起了一阵尖锐的嘘声，嘘声方毕，接着又是猛烈的爆炸声，一时楼宇都被震得摇动起来。我觉得眼前一晃，有些支持不住。等到睁开眼睛，屋宇内现出一层黑雾，大约弥漫达5分钟之久，都是飞沙。我心想，这一下又不知道发生什么滔天大祸了。育婴堂地处跑马厅路、今武圣路，距离大世界300-400步。只见排山倒海的人群逃过来，说是大世界门前炸弹爆炸，那是从飞机上丢下来的，不知死了多少人。逃的人惊急万分，好多人身上都溅到了血。天空中不但飞沙走石，还有许多被炸得飞起来的窗门铁片以及断手残臂。我看着呆了一阵，两脚软到一步走不动。回想那个留在11医院不肯走的朋友，不知他如何了。又想到战事这样下去，租界也不是安乐土，来日大难，不知如何了局。大世界的一颗炸弹，引起了无数可悲可气的故事，有的全家死亡，有些死去丈夫或妻子，惨状不胜履数。事后，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就是那天，如果我到11医院去探访那位朋友，也可能适逢其会。想到这一点，心头犹余悸。这一天，西药业工会正在大世界共和厅召开紧急会议。袁鹤松坐了一辆汽车，直到大世界。他走进共和厅，就听到轰然一声，知道外面出了事，急忙奔出去看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因为他想到车上还有许多西药和一位司机。一到外面，只见死伤枕藉，他的汽车也被炸毁。他顿足长叹，想到那位忠厚的司机可能已遭难了，他呆得说不出话来。刹那间，这位司机突然从远处跑过来，问有什么事。他见到司机，心中为之讶然，问道：“你怎样会逃出这个劫难？”司机说：“我因为早晨没有吃东西，所以下车到恒茂里去买一团滋饭，因此就逃过这一劫。”袁鹤松不禁向他握手道贺。我的老师丁仲英那天到仁济善堂去开会，到了大世界，难民色道，车辆不能通过，但仁济善堂的会不能不去参加。一念之善，他就下车步行，从人群中走到仁济善堂。待到大世界的炸弹爆炸之后，他也想到他的司机阿唐会不会遇难，放心不下，特地亲自去找寻。一看他的汽车并不在场，他倒放心。可是直到晚间不见阿唐回家，方才知道这辆汽车已被炸毁，
阿唐当然也被炸得体无完肤了。丁氏想到，要是他步行到人济善堂，一定也被炸死了。事后很多人向他道贺说：“吉人天相，善人当有善报。”按丁氏现年83岁，健强如昔，今侨居美国三藩市，仍操医业。另注：丁仲英已于1978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逝世。编注：丁仲英，1886至1978，字福彦，晋代医家，江苏武进人，系晋代名医丁干人之子。自幼随父行医，颇得其传。曾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，主持上海国医学院中医学院。虽然有人逃过了大世界的一颗炸弹，但隔了不多天，还是被炸死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的第2枚炸弹中。诸如此类的幸与不幸之悲惨故事，真是多到不胜履数。乐土不安，弃婴剧增，这时无数人感觉到租界也不是安乐土。一部分人想逃出上海，很多贫穷的人觉得婴儿拖累最不方便，先后把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来，于是育婴堂又遭到一个更严重的困难。大世界门前的炸弹爆炸之后，仁济育婴堂门外人声鼎沸，加上救护车、警备车、救火车飞驰而来，一种急迫的钟声、喇叭声叫人惊心动魄。这些车子上走下来的工作人员是抢救伤者的，但是死者多而伤者少，于是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死尸一排排地放在跑马厅路的地上，排列的方式是一排与一排之间留出空间，以便死者家属前来认领。整条马路有6排尸体，这些尸体都是较为完整的，其他智力残缺的，如无头的尸体，以及有头无躯的和断手断臂，就由蒲扇山庄的车辆运到沪西郊区万人冢埋掉。但是这种运载残骸的车辆就先后开出20多辆。仁济育婴堂就在跑马厅路中段。我这时坐在堂中办公，见到救伤人员和伤团中人把尸体一排一排地排过来，心想这样一路的排过来，一种恐怖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堂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情绪，所以我请育婴堂张少堂主任，要他把前门锁起，窗口用牛皮纸密封起来，免得大家看见了引起心理上的不安。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后门老街出入。不一会儿，人声嘈喧，认尸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呼天抢地，哭声不绝，堂内的人都听得到，一时所有的工役都逃跑了。到了下午4时，忽然有5个奶妈来求见，说是所有育婴的奶妈都已溜走，他们5人无家可归，要求我介绍他们到难民收容所去，否则外面尽是尸体，下都会吓死的，晚间怎么能合眼呢？我听了这些话，一面安慰他们，要他们继续做下去，一面告诉他们，我准备给你们每人1封证明书，证明你们忠实可靠，可以永久任职，而且日后还有众筹。